所有新加坡夹心层注意了，带父母查心脏，不用再被高额医疗账单压得喘不过气。不是私人诊所营销，也不是夸大其词，新加坡国大心脏中心刚落地的心脏黑科技，查一次心脏不仅能减少40%辐射，还能直接省出2000新元。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，父母的健康状况和随之而来的高昂医疗账单，绝对是心底最大的隐形焦虑。这份保命又省钱的福利真的太及时了。今天不绕弯子，直接拆解这项能够改变无数家庭的医疗黑科技——光子技术 CT， 简称 PCCT。 它不是普通的设备升级，更是新加坡应对老龄化的王牌操作，既能精准保命，又能帮每个家庭砍掉无效开销。到底有多神奇？咱们直接上干货。要看懂这项黑科技的价值，先认清一个残酷现实：新加坡的老龄化已经迫在眉睫。根据最新的官方人口白皮书，到了2030年，新加坡每4个人中就会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乐龄人士。这意味着心血管疾病这种老年高发病需求会呈指数级爆发，医疗压力直接拉满。大家应该都有切身感受，带长辈去公立医院看心脏专科，排期越来越长，急诊床位永远紧张，挂号、检查、治疗，每一步都要花时间、花金钱。面对这波汹涌而来的银发海啸，如果我们依然完全依赖传统的粗放式医疗路径，不仅每个家庭的保健储蓄户头承受不住，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也会面临全线超载的崩溃边缘。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卫生部这几年在不遗余力地全力推进健康 SG 战略，试图把医疗重心前移，强调预防胜于治疗。但在心脏病这种必须依靠高精尖设备介入的重症领域，光靠社区预防是远远不够的，它离不开高精尖设备支撑，尤其是高龄患者，更是陷入两难。一位85岁老人胸闷气短送医，血管严重钙化，肾功能衰退，传统 CT 看不清堵塞情况，直接开胸手术风险又极高，这就是传统医疗的死结，而 PCCT 刚好完美解开了它。说直白点， PCCT 完成了 CT 技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革新，直接完成了成像底层物理重构。我们先来看看传统 CT 是怎么工作的，你就知道它有多颠覆。传统 CT 的探测器就像一场传话游戏，当 X 射线穿过人体后，它不能直接变成图像，而是要先打在一层叫做闪烁体的材料上，把 X 射线转换成可见光，然后再通过光电二极管把这些可见光转换成电信号。每多一个环节，信号就会严重衰减，最后拍出来的图像全是马赛克一样的噪点。为了看清微小病灶，医生只能被迫加大辐射剂量，对本就虚弱的老人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但是以西门子医疗为代表推出的 PCCT， 也就是光子技术 CT， 直接把中间商给干掉了。它采用了一种极其昂贵且极难制造的全新半导体材料，叫做地化镉。当 X 射线穿过人体打在地化镉探测器上时，不再需要任何可见光的转换，而是直接一步到位地转换成纯粹的电信号，就像家里的电视，从满是雪花的标清直接跃升到极致清晰的 4K HDR， 病灶再小也藏不住。更厉害的是，它能精准数清每一个穿过人体的 X 射线光子，还能按能量分类，带来2个致命优势：一是分辨率拉满，比头发丝还细的冠状动脉分支、微小斑块堵塞，医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没有任何死角；二是辐射剂量大幅降低20%、-40%，造影剂用量也同步减少。别小看造影剂的减少，对肾功能微弱的高龄老人来说，少打一点造影剂，就是在保护残存的肾功能，甚至能避免日后洗肾的痛苦。但真正能省出2000新元的，还是他解决的另一个致命难题。但再酷炫的技术，不能帮普通人省钱，都是空谈。重点来了，这实打实的2000新币，到底是怎么从账单里凭空省下来的？这就要提到一种在新加坡需求量每年以30%的恐怖速度激增的心脏手术，叫做 TAVI， 也就是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。很多高龄老人身体极度虚弱，根本扛不住传统开胸换瓣手术，胸口开口，心脏停跳，只能靠 TAVI 微创手术续命。从大腿根部血管把人工瓣膜送进心脏，创伤小，风险低。但手术前，
医生必须精准测量血管尺寸和路径，可老人血管大多严重钙化，传统 CT 拍出来全是白茫茫一片，根本看不清真实情况。为了手术安全，医生只能让患者再做一次有创冠状动脉造影，在大腿或手腕动脉开口插管子，不仅风险高，容易出血、感染、血管撕裂，费用还高达2000新元左右，这成了很多家庭的隐形负担。而 PCCT 的出现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，它的高分辨率和多能量光谱解析能力，能让医生用算法擦掉钙化斑块的干扰，清清楚楚看到血管内腔的真实状态。这意味着高龄患者不用再遭有创造影的罪，一次无创 PCCT 扫描就能直接上手术台，省下来的2000新元就是被这项精准技术砍掉的无效医疗成本。这就是新加坡的高明之处，用前沿技术对冲高龄患者的诊疗风险，用无创替代有创，既减少痛苦，又控住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账单。连美国梅奥诊所这样的顶级机构都在全力推广这项技术。当我们谈论医疗黑科技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很容易陷入对冰冷参数和高深专业名词的盲目崇拜。但今天彻底拆解完 PCCT 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：当医疗技术的演进不再仅仅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、不计成本地去治愈，而是为了用更低的成本、更小的痛苦、更具尊严的方式去维持高龄患者的生存质量时，这才是老龄化社会最强大的科技竞争力，这也是科技最温暖的底色。作为30多岁每天在职场打拼的新加坡打工人，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，无法阻止父母一天天老去，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去填补这些极其关键的前沿医疗信息差。在父母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脑子里的这些知识就能为他们做出更优的选择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少受皮肉之苦，也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少花冤枉钱。屏幕前的你，目前最担心的家庭健康开销是什么？你有没有为父母提前规划过相关的医疗保障和体检路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焦虑或者经验，我们一起探讨抱团取暖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点亮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